蛇开追兵了，娘娘烧得厉害，得先找个地方。前面似乎有个山洞可以避风，要不我们去那里稍作休息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婉言，婉言，婉言。 吴妻婉言，我叫张三。想笑你就笑吧。以前也常有人问我，是不是充话费送的，才会叫这么个名字。其实恰好相反，我爸妈对这个名字极其满意，觉得它如此不走寻常路。 一定会让我成为人群中最抢眼的仔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我从小到大，没遇到过一个装病的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都是第一个被老师记住的学生。不过嘛，除了这个酷炫的名字， 我倒是挺乏善可陈的，成绩不好不坏，只有物理拿过2次第一。至于英语，选择题基本靠头子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体育还不错，校运会上总被老班逼去报名长跑。读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奇怪，我为啥要拿初中的事儿说个没完？因为在咱们那个世界，我没有更后面的记忆了。 初3那年，我上课开小差玩手机，被一个弹窗小广告吸引进了这本书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上课要专心听讲。刚成为夏侯丹的时候，这次的身体发育到6岁，而来16年又8个月矣。这么算来， 我成为夏侯丹的时间，竟已经比当张三的日子还长。你们伤势如何了？都是小伤，已经好了。咱们得走到有人烟的地方，才能打听都城的情况。属下奉命保护娘娘。 眼下情势难测，但凡端王未死，他安排的3方边军仍会向此合围，镇压禁军，助他上位。这3方人马是从北、东、南3面过来的，属下以为，赶在他们接上头之前，可以寻一处豁口。咱们向南。娘娘，南边是右军要来的方向。向南，去沛阳。这是陛下的意思。沛阳地势上并无稀奇之处。 莫非陛下在那里布置了援军？但若有援军，昨天就该用上了，又怎会等到现在？辛苦诸位，护送我前去吧。还有吃的吗？将军。 搜查妖后踪迹，若发现，务必活捉至殿前问罪。整队，原地扎营，附近城镇村落设岗，活捉妖后。是。如何？不打紧。
只是今日早朝未能见到陛下，还有半数大臣告假未来。哎呀！端王对外宣称陛下病情反复，有小太子暂代朝政，简直混账！只怕下次上朝，皇位上坐的就是他本人了。哎呀呀呀呀！那你更须藏风，莫要逞莽夫之勇。娘娘先前便同咱们叮嘱过。哎呀呀！天意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娘娘和陛下只怕……那就摇到极为止。别忘了，你可是陛下和娘娘亲自任命的大夏脊梁。娘娘，再穿过这片山林，便有一处村庄，我们今晚可以在那儿稍作休整。娘娘，1分钟。娘娘要什么？走吧。最近2年，我有时会突然心生怀疑：书外面的世界是真的存在，还是我脑子生病而产生的妄想？毕竟，拿下皇帝的人头！一个同时存在空调、互联网、医保和阿司匹林的天地，听上去确实越来越不现实。说来好笑，当初来到此地，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法结束的噩梦里。可如今回头去看，却连初中的校名都险些想不起来了。前尘种种，反倒犹如花絮一梦。直到你问出那句 “How are you”， 原来那一切是真的。原来我曾经有血有肉的活过，有过父母，有过朋友，有过未来。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，你在那一瞬间拯救了我，我却在下一秒就制定了欺骗你的方针，取得你的信任，成为你的同盟，让你手中掌握的剧本为我所用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用最稳妥的方式取得胜利，让太后和端王血债血偿。在你面前，不仅将过往尽数粉饰，连言行举止都会刻意控制，努力扮演一个你所熟悉的现代人。我不能让手上沾的人血吓走你。直到真的开始演张三，我才被迫一点一点地想起，自己离他已经多远了。这些年来，夜夜梦到魑魅魍魉将我拖下无间地狱，次数多了，也就习以为常。你来1个月后，我突然有一次梦到同学传纸条来，喊我下课一起冲去食堂。醒来时摔了几副备战，只想让四面宫墙内多些声响。那一刻，真恨不得一把火烧了一切，一了百了。你来得太迟了，晚也。这里已经没有等待你的同类了，你只能摊上一个疯得时日无多的我。生而不为人，我很抱歉。你刚才是不是看笑了？
头笑一笑。你最近太不开心了。我说不清是何时爱上你的。作为张三，喜欢你似乎天经地义；作为夏侯丹，却又近乎魔障。我只知道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害怕陆仙儿了。溺水之人都祈求能抓住一段浮木，可当他们离岸太远，注定无救。再死死扣住浮木，就只会将浮木也带入水中。我希望，至少可以不让你沾上血迹。我希望在这黑风孽海，至少有一个地方，能让你睡个安稳觉。我希望晚一点面对你惊惧防备的眼神。我最希望的，是看你永远灼灼似火，皎皎如月，永远是最初那个无所畏惧、大杀四方的小姑娘。如果你暂时胆怯动摇，需要一个同类给你力量，那我就扮演这个同类，一直做到死去的那一天。我已经没有故乡了，你就是我的故乡。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我原本指望着能为你带走段王，但我自当尽力。万一我成功了，你的担子也能轻些。如果我失败了，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，应该也能逃出升天。再之后的路，就要你一个人走了。天涯路远，江湖险恶，多加小心。虽然对你撒了许多谎，但这一句绝非虚言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厉害、最勇敢的人。你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。到那时，如果你原谅了我，逢年过节就吃一顿小火锅吧，就当我去陪你了。只知今日已封城，一片死寂。寻常百姓莫说是谁输谁赢，连谁跟谁打都摸不着头脑。谁？大娘，我们是去都城探亲的，没想到路上被人偷了行李，又听说都城出了事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而今同伴又生了病，实在无法，只剩这点盘缠，想讨口饭吃。进来吧，都是苦命人。大娘，这是……他弟弟住在背山边上，昨日赶上端王造反，兵荒马乱的，人不知怎的没了。端王造反，成了吗？报丧的只说死了好多人，死的大多是禁军，别的说不出来了。
是禁军，莫非禁军内讧，还是端王暗藏了兵力，无论哪种吓唬他？大爷，此事叨扰实在不该，但我们兄弟病得厉害，可否煮碗面给他吃啊？如果端王赢了，夏侯丹有可能已经死了，也有可能被关在宫里等死，以便端王平安上位。端王这杀千刀的狗东西，老天都看不下去，要拿地洞收了他。你小声点儿，那皇帝又是什么好东西？老人总说君主无德才会地洞，那暴君连太后都杀，太后一定是他杀的吗？哎呀，皇家的事我们哪里搞得清？老婆子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不与你说了。我没见识，我弟弟也没见识嘛。他可说过，皇帝让人均什么，均田减税，还杀了好多狗官呢。狗官啊，姓何的，还有姓魏的。我弟弟说，这些都是鱼肉百姓的大狗官。这么些年，皇帝为民除了多少害呀？名字都不知是真是假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我不过是个被蒙住双眼、捂住双耳的疯王罢了，世中世间还不是一本奏折说了算。他说的原就是他自己。你可记得那虚阁老？原文里虚瑶是什么结局？反正一直跟着端王混，最后当了个文臣吧。所以，我们渐渐害死了他。自虚瑶之后，他不曾再问过角色们原本的结局。你以后如果必须除掉什么人，告诉我，让我去处理。等我下了地狱，再还他们的债。他矢口否认纸片人有灵魂，也一直这样安慰我，但他自己却相信纸片世界有地狱。反正皇帝若是换了，咱家过不了现在这日子，你信不信？这小伙子怎么了？哦，许是有些担心都城里的亲人。许是大娘的面让兄弟想起了家里的味道。别急，锅里还有呢。谢谢大娘。快睡觉，明天还要赶路。等见面，我还有好多话要亲自问个清楚。太医院不养闲人。太医意下如何？能诊，请殿下放心。好，即日起，你便是太医院新任院士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因有高手护驾，未能擒住皇帝，但按计划将其往洛将军先锋军方向驱赶。另外，根据残留痕迹，宇飞寺往南边去了。右军已在南部设岗。那就等各位将军的好消息了。我已经没有故乡了，你就是我的故乡。娘娘，这要是冲进去，咱们就真的无路可逃了。如果我失败，你就照着最后一张纸上写的去做，应该也能逃出升天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厉害、最勇敢的人。你一定会笑到最后。
杀出一片山河清明来。要不要扫一下这个码？还能看到更多哟。